你好吗？这里是轻声慢读。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那是一片充满青春气息的森林，也是爱与孤独交错的梦境。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灵魂都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一部分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探讨渡边、直子、绿子之间的情感纠葛，感受村上笔下对人生孤寂的凝视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村上春树写作的那个时代背景。挪威的森林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的日本，那这个时代被称为村上春树的爵士时代，因为这个时期他就沉迷于爵士乐这种音乐风格，后来成为他作品中重要的元素。同时，这个时期的日本社会变化迅速，经济发展特别快，人人都很高效，走路都急匆匆的，然后人的脸上越来越没有表情。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就像是无根的浮萍，有一种普遍的情绪，就是迷茫、失落又无力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，内心非常的焦虑和孤独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就在这个时期，村上春树听到了披头士乐队唱的一首歌，他讲了一个经历爱情打击的男孩子在房子里面醒过来，发现他心爱的女孩已经离开，然后他就感受到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原始森林中，非常的清冷和孤独。这首歌给了村上春树很大的灵感，因为这段时间是日本学生运动和政治抗议的活跃期，年轻的学子们针对越南战争、核武器、大学自治等等问题，跟政府和权威叫板。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就是把所有这些元素全部放到了书里，探讨了那一代年轻人的生活、爱情、对性的观念，如何对待死亡以及心理健康等等主题。故事用一个男主角叫渡边的视角，讲述了跟爱情和成长相关的青春历程。书的开篇就写道，37岁的渡边在飞机上，他即将抵达德国的汉堡机场，扬声器中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披头士的歌曲，那是贯穿渡边整个青春期的一首音乐，此刻听来比往日还要更加强烈地震撼他的身心。这个时候，渡边就想起了自己呼啸而去的那些年，他在青春期遇到的那个美丽但忧郁的女孩子直子，他曾经为这段感情付出种种心血，但悲哀的是，直子并没有爱过他。那么这个叫做直子的女孩现在在哪里呢？她跟渡边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这要从渡边上大学的时期说起。渡边18岁的时候住在东京的一个学生寄宿院里，室友是一个极度爱干净的人，那个房间永远保持着一尘不染，清冷的像是太平间，所有的床品每周都要晾晒一次，铅笔必须摆在笔筒内固定的地方，连窗帘都需要每个月重新洗一次，简直是太爱干净了。对于刚刚逃离家长，想要随心所欲生活的年轻人来说，拥有一个这样的室友简直是像坐牢一样痛苦，所以渡边就给这个室友起了一个外号，叫敢死队。敢死队每天早晨会准时跳广播体操，但渡边却喜欢在早晨睡懒觉，所以他跳操的声音就给渡边带来了巨大的困扰。渡边非常愤怒，敢死队就结结巴巴地解释，说这已经是他经过权衡后认为最不影响别人的办法了。渡边只好妥协，说我可以忍受你做早操，但是你要省略那个动静最大的跳跃运动。结果敢死队就回答说，如果我漏掉一节的话，全部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了。你看，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活在规矩里的人，每一步都要按照计划进行。他跟渡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。渡边觉得很无语，我们如此不同，但敢死队却建议他说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体操。遇到一个性格如此执拗又很奇葩的室友，让渡边十分无奈，但他也没有把敢死队当成一个笑话。有一次他就给侄子讲起这些，结果侄子笑了，这个笑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侄子的脸上。侄子是谁呢？渡边有一个好朋友叫木月，侄子是木月的女朋友，他们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几乎没有分开过。在侄子看来，木月就是自己的影子，是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。因为木月和渡边非常要好，所以这3个年轻人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，经常一起外出游玩或者聚会。渡边觉得自己是个凡夫俗子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他喜欢独自看书，独自听音乐，性格里面有很清冷的部分。可是木月却对他刮目相看，主动来找他攀谈。木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，他不太爱交朋友，可是却跟渡边一拍即合，他们2个很要好。但这种紧密的小圈子很快就分崩离析，因为木月突然去世了，他美好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7岁。那是5月的一个下午，
木月约渡边一起去打桌球。打桌球的时候，木月一句玩笑话也没有说，这很反常。可是渡边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别需要警惕的。就在那个晚上，木月在自己家里的车库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既没有留下遗书，也没有人能够推想得出他的动机。这个年轻人的死非常突然，让他的女朋友直子又心痛又迷茫。直子不知道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要离开自己。其实直到这本小说结束，木月的死可能依然是个谜，我们只能够看出那样的心情，能够理解他。可是在那个夜晚，木月究竟遇到了什么，促使了他选择死亡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准确的知道。在木月去世后很久，渡边都常常感受到一种不真实感，不管他怎么努力忘却，但是没有办法释怀这件事对他的影响，让他没有办法独立的客观的看待生和死。书里写道，死并不是和生完全对立的，死是包含在生中的一部分。不管掌握什么样的哲理，都没有办法治愈失去爱人的悲伤。可能每个人在青春的时候都会遇到需要直面失去、直面悲伤、直面逝者的时刻，那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心理压力。木月不在了，他深刻地影响到了身边的人，渡边和直子也暂时断绝了联系。在1年后，渡边到东京求学，他和直子在一辆电车中偶然相遇。眼前的直子显得安静娴雅，虽然和之前一样，两个人仍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在一起的气氛也很奇怪。但他们在第2个星期六开始幽会了。这个幽会方式是什么样呢？他们在街上走，随便走到一家店里喝咖啡，然后再接着走，傍晚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后道声再见就分手告别。你说这是多么奇怪的幽会，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。年轻的时候总会干一些古怪的事情。有时候他们会简单的谈谈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，但是都说得支离破碎。两人之间有一种默契，就是绝口不提过去，绝口不提木月。他们只是一个劲儿的在街上走。所幸东京够大。有没有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荒凉？就是在一个人青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世界非常的大，可是你是没有目标、没有方向的。就这样，直子和渡边每星期都见面，就是没完没了的走。直子走在前面，他戴着各式各样的发卡，露出右侧的耳朵。渡边跟在后面，就看着他害羞地摸摸发卡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渡边对直子产生了好感。两个人默默地开始了交往，可是没有告白，没有浪漫，更加不能提起木月。冷风吹过街头的时候，直子会把手插进渡边的口袋里取暖。渡边握着他，觉得直子好可爱，也会觉得直子好可怜。他知道直子所渴望的并不是他的臂弯，而是某个人的臂弯。直子所期望的并非是他的体温，而是某个人的体温。可他呢？他就只是渡边，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对直子是有所愧疚的。这也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，知道自己是一个替代品，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反而会有一点愧疚感，好像自己占到了便宜。在直子20岁生日的时候，他邀请渡边去自己的公寓一起庆祝，渡边就买了蛋糕带去。夜色中，直子敞开心扉，他向渡边倾诉了积压已久的痛苦。在木月死后，直子其实一直无法自拔，说着说着，他就情绪失控，放声痛哭。渡边就在慌乱中抱住他，安慰直子。那个雨天，他们彼此交付身心，确定了恋人关系。渡边觉得很疑惑，为什么直子依然是处女？但是当他询问的时候，直子就只是在那里哭，他没有得到答案。关系已经进展到这一步，直子和渡边之间算不算是爱情呢？他们的发生关系就像是一个悲剧的前奏，因为中间夹着永远17岁的木月。更加令渡边不能理解的是，在那个雨天过后，直子就失踪了。他再也联系不上直子，只能给他在神户的家里一封一封的写信。他在信里说，木月去世后，我失去了可以诉说自己心情的对象，想必你也是一样的。我在你身上感受到的亲密而温馨的亲情，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情感。请你回信，什么内容都可以，只要回信。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，渡边觉得心里缺了一块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，就留下一个纯粹的空洞。到了5月，学校开始罢课，全世界似乎都在开展学生运动。渡边觉得也无所谓，他并不是一个执着于上学的人，对学生运动也不感兴趣，所以他就选择在这段时间去运输社打零工。
因为打零工非常的紧张和劳累，所以他反而可以暂时忽略心里的空洞。到了6月，渡边又给直子写了一封长信，仍然没有收到回复。他觉得心里那个空洞越来越大，因为他始终忘不掉直子。7月，渡边终于收到了直子的一封短信。原来直子已经休学了，他是精神病患者，住进了深山的一个精神疗养院治疗。他在信中请求渡边的原谅，因为他深陷痛苦，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哑巴。即便是写这封短信对他来说，也已经十分困难。直子说，如果自己有好转，一定会继续回信。渡边把那封短信读了几百遍，每次读都觉得非常的悲哀。那正是他跟直子幽会的时候，从直子的眼睛里看得到的悲哀，也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悲哀。年轻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，是通往对方的。如果一旦相通，你会觉得一个人的离去，一个人的悲哀，其实就会把你的一半都拖进去了。这种感情，大家可以理解吗？就这样，渡边重新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。每周去打零工，也在宿舍的楼下独自坐一会儿消磨时间。室友敢死队就送了他一只萤火虫，这多浪漫啊！再有一天，太阳落下去，天快要黑的时候，渡边就带着那个萤火虫去天台，把它放生。书里有一段描写很美，说我靠在栏杆上，痴痴地望着萤火虫，好一会儿，我一动没动，萤火虫也一样，只有风轻轻地从我们身边吹过，榉树叶子在黑暗里相互摩挲着，我一直静静地等待。过了很久，萤火虫才飞起，它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展开翅膀，身影很快越过栏杆，淡淡的荧光在黑暗中漂浮着，然后像是要抓住逝去的时光一样，在水塔旁迅速地画下一道弧线，一抹光亮在风中只停留了一瞬，便向东飞去了。萤火虫消失了很久之后，那抹光还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闭上眼睛，那微弱的光芒像无处可去的幽魂一般，在黑暗中徘徊。在那黑暗中，我几次尝试着伸开手指，却感觉什么都触摸不到。那一小簇光，永远停在我指尖的不远处。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宫崎骏，会想起我有一次在乌镇，坐在黑夜里看着萤火虫飞过。暗夜中，你看着一个光点游弋徘徊，你会觉得人是很渺小、很脆弱的，那种情绪很难表达。但此刻渡边就是这样，萤火虫飞走了，可他会沉浸在困境里。暑假的时候，学生运动告一段落，因为校方逮捕了闹事的学生。渡边本来以为学校会在9月的时候报废，没办法开学了。可是等到他到校一看，图书馆的书没有被掠夺，教室也没有被毁坏，学生课的办公室没有被焚毁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有一些带头罢课的学生领导们第一时间返回来上课，这让渡边觉得十分的惊讶和气愤。他在想，这些家伙们是叛徒，他们一个不少的拿着大学的学分，跨出校门，然后就会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鄙的社会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渡边都被心中的这一股愤愤不平指使着。上课点名的时候，即便他就在下面坐着，他也从不应答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跟这些人格格不入，成为人群中的局外人，成为一个异类分子。他知道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可言，但是如果不这么做，自己的心情会更加的糟糕。读到这里，你会不会觉得好真实？就是年轻的时候，你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和迷茫，但是那些年长者其实是并不理解的，你甚至没有办法找到同盟。就在这样糟糕的日子里，绿子突然出现了。绿子是渡边戏剧史课程的同学，这位姑娘热情似火，留着短发，喜欢戴墨镜。可是渡边之前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引人注目的女孩。有一次，绿子向她借笔记，两个人才熟悉起来。绿子这样的女孩明艳活泼，话也很多，跟她在一起，吃东西也会变得更有趣，散步也更有目标。她是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人，简直是渡边淡暗世界中的一抹阳光。在和渡边熟悉了之后，绿子就邀请渡边周末去她家里的书店做客。星期天的早晨，渡边就如约来到了小林书店，那是个有一些破败的地方。绿子谈起她自己的家庭，她的父母开着小书店，然后硬是要把她送进贵族学校念高中。渡边就发现，绿子对资本社会的阶层差异、金钱观念的看法相当犀利，而且和自己很接近，甚至绿子做的关西口味的菜肴也是渡边非常习惯的。绿子告诉渡边，她非常热爱美食，
为了攒钱买一个锅，他省了好几个月的生活费，连内衣都舍不得买，就靠仅有的一件内衣。夜里洗净，第二天早上用各种方法弄干再穿上。绿子说这些的时候笑意盈盈，好像她根本没有受过什么苦。渡边看着她，就被这个姑娘的热情感染到了。我们谁不喜欢那么有生命力的人呢？在吃饭的时候，渡边就教绿子怎么样优雅的吸烟，告诉绿子和男生说话应该文雅一些。渡边温柔的样子让绿子很喜欢。他们一起喝咖啡，聊到绿子的父亲。绿子说他父亲在乌拉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不远处的一栋房子着火了，浓烟滚滚腾空而起。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旁观，看着那个浓烟顺着微风朝四面荡去，空中都飘着焦糊味。可是两个人在浓烟中歌唱喝啤酒，完全无视警察的扩音器的吵闹，也无视朝着他们飘来的白色灰状物。有没有觉得年轻人的世界好像真的是可以隔绝起来的？他们可以完全无视真实存在中的一切。然后绿子告诉渡边，他的母亲在2年前过世了。那个时候他没有感到悲伤，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他说自己是个薄情的人。但小的时候他家养过一个猫，那个猫死了的时候，绿子哭了整整1个晚上。然后绿子就解释说，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我是有薄情之处。不过要是他们，我的爸爸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，我的感受可能就会大不相同，就会多多的伤心。渡边就问他说，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吗？绿子就歪着脖子看向渡边的脸，深深的点了下头，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。我总是感到饥渴，真想完完全全得到一次爱，哪怕仅仅一次也好，直到让我说可以了，肚子饱饱的了，多谢您的款待，哪怕一次就行，只要一次。然而他们竟然一次都没满足过我，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，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，从来都这样。一来二去我就想，一定要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100%爱我的人。从小学5、6年级时，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。原生家庭的这种生长方式其实并没有带给绿子更多的信任、安全感和爱，所以就让他有了一个非常坚定的爱的观念。渡边就问他说，你要的是完美无缺的爱？绿子说，不，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，我所要求的只是允许我任性，100%的任性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对你说想吃草莓蛋糕，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，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，说诺绿子，这就是草莓蛋糕。可我又说我已经懒得吃这玩意儿了，说着砰的一声从窗户把蛋糕扔出去，这就是我追求的。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呢？绿子说，然后我希望对方这样说，明白了绿子，怪我不好，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草莓蛋糕才对。我简直像驴粪蛋一样愚蠢透顶，麻木不仁。为了表示歉意，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好呢？巧克力奶油冻还是奶酪饼？这段书里写的非常可爱，我读着很喜欢，因为这就是精灵古怪的绿子。在他这种荒诞的有趣的表述背后，其实是有着不安全感的，有着对于爱的强烈的渴望。渡边就问他说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好好爱他，报答他。渡边对绿子的想法表示不理解，其实很多男生都无法理解。实际上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因为一直觉得孤独，所以她打起笑脸好好生活。她从心底里渴望有人能够100%的爱她，好好的陪伴她，那就是她想要的爱情。绿子说，其实这样想的人相当不少，只不过只有我照实说出来了而已。那个下午，渡边和绿子一起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。他们在初秋的阳光下接吻了，并没有爱，只是安慰彼此的一个吻，充满了温情和温馨，也充满了不知归宿的茫然。这是不是现在年轻人说的搭子？就是一个浅浅的，有一点奇妙的浪漫的感情，但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当绿子开口问到给渡边写信的女孩时，那个初秋午后的魔法就突然消失了，因为渡边想到了侄子，他就回到了现实中。他再次接到了侄子的信，在信中，侄子对于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很难过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渡边。他说自己来到这个疗养院已经快4个月了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想了很多很多，并且越想越觉得可能对你有欠公正。对于你，我想我本应该作为一个更健全的人予以公平对待的。这我们就能看出侄子的性格跟绿子完全不一样，
他是一个非常内敛和压抑的人，所以直子应该是患了抑郁症。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叫做阿美疗，一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疗养院，这里一共生活着70-80个人。直子有时候也想象着，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，并且和渡边在一个理所当然、没有沐月的情况下相遇，彼此怀有好感，那将来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？这样的想象，直子觉得也许是漫无边际的。可是渡边却在这封信里感受到了直子的真诚和他对自己的期待，所以渡边就给疗养院打了电话，预约了一个时间，他想要去探望直子。在周一的早上，渡边向管理主任请了假，他踏上了探望直子的旅程。去往阿美寮的路上，沿途的风景十分凄凉，高大的杉树简直像在原始森林一样，拔地而起，遮天蔽日，把万物笼罩在幽暗的树影之中。从窗口进来的风骤然变冷，湿气让人不寒而栗。渡边到达了阿美寮，没有见到直子，他首先见到的是一位中年女士，叫做玲子。玲子是直子的室友，她负责照顾直子。玲子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，这个女人脸上有很多皱纹，可是并没有因此显得苍老，反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青春气息。那个皱纹宛如与生俱来一般，和她的脸配合默契，给人的印象好极了。她似乎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。玲子爱抽烟，擅长弹吉他，她最喜欢弹奏披头士的曲子。第一次见到渡边，玲子就叼着烟对他说：“嘿，你是个诚实的人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在这里住了7年，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。我会看人，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人的区别。你就属于肯掏出心的人，准确说来，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。”然后玲子就给渡边弹了歌，他又请渡边吃了饭，接下来给渡边介绍了疗养院的情况。阿美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医院，它的概念是用健康的生活来代替治病，所以确切的来说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治病，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，让那些心理不坚强的人们在这里种菜、劳动、自给自足，用来躲避外面的世界。所以在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的敏感、脆弱，他们热爱生活，又害怕外面的世界。玲子告诉渡边，直子现在已经好转很多了。刚来的时候，他的头脑相当没条理，现在说话比以前强多了，也能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。但是以直子的家庭问题来看，在沐月去世以后，就应该把他送来这里治疗。渡边其实并不知道直子的家庭有什么问题，他甚至不太了解直子。玲子发现以后就很吃惊，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么就应该让直子亲自来告诉你。所以玲子就陪同渡边一起去见直子。渡边看到的直子就像小学生一样，剪着整齐利落的发型，头发的一侧还像以前那样用一个发卡一丝不苟地夹住，她非常的美，看上去宛如中世纪木板画中经常出现的美少女。3个人一同去吃了饭，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渡边是一个外来者。从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，这里的人其实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倾向，他们对于外界的很多事刻意的不关心。吃过晚饭，回到住处，渡边就住在了直子和玲子的房间里。玲子拿出一瓶白葡萄酒，弹着吉他，3个人在音乐和美酒中聊天。渡边端详着直子，发现她比以往要黑一点，可是也显得健康了许多，娇美中带着成熟女性的风韵，让渡边怦然心动。在吉他声中，直子对渡边坦诚地说，她跟沐月太过熟悉了，在2个人的恋爱期间，他们不知道尝试过多少次欢爱，可总是不能成功。直子的心灵热烈奔放，但是身体却总在那个时候显得干涩无比。但是当沐月去世以后，他却对渡边表现出了特别的渴望，而且也确实跟渡边成功的做爱了。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心理上的愧疚情绪让直子无比痛苦，所以直子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渡边交往了，甚至不知道究竟怎么样才算爱上一个人。他觉得对不起沐月，这种压力让他崩溃了。渡边沉默着，并不着急回应。3个人喝完了白兰地就洗漱休息。这天晚上，渡边梦见一排一排的柳树在微风中一动也不动，仔细的看才发现每条树枝上都蹲着一只小鸟。他拼命想要把小鸟赶走，让树枝轻松一点，但小鸟不仅飞不起来，反而变成了一个一个的铁疙瘩，那个树枝就彻底被压住了。其实这是内心压力的一种表现。渡边惊醒过来，看见月光下直子还在睡梦中，她曼妙的身影像是被月光吸附的夜间小动物，美丽无比。
突然之间，直子站了起来，她带着衣服的摩擦声走过来，一直走到渡边的眼前，然后她像梦游一样，慢慢地解开睡衣上所有的纽扣，完美的肉体就沐浴着月光，散发出一种圣洁无比的美。直子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渡边的面前，展示了大约5-6分钟之后，她重新穿起睡衣，转身离开了。渡边他被震慑住了，静止不动，之后再也没有睡着。第二天的早上，渡边发现直子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不停地打量着直子，可是直子表现得很镇定，直到林子开始打趣他们，渡边才说服自己忘掉昨天晚上发生的事。早饭后，渡边跟着直子和林子去鸟舍给鸟喂食。跟鸟和兔子在一起的直子显得很开心，他说自己最喜欢早晨，一切都好像重新开始似的。中午的时间一到就有一些伤感，而晚上最讨厌。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，你会发现这是典型的抑郁症患者的倾向。工作到了下午，3个人一起去爬山，路过一个无人的村庄，看到那个牧场里面有一个咖啡馆。林子十分喜爱咖啡馆里的立体声收音机，那种音乐让他觉得自己和外界还是有着某种联系的，所以他就要在咖啡馆听歌。他大方地告诉渡边，你可以跟直子单独待一会儿。渡边就拉着直子在草地上躺着，接了一个深情的吻，然后他们彼此拥抱，躺在柔软的草上。在这个时候，直子告诉了渡边自己家里的故事。直子有一个姐姐，比她大6岁，2个人关系很好。姐姐是学霸型的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拿第一，全家人都以这个姐姐为荣。可是在某一天，那个无所不能的姐姐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这样。在姐姐留下的遗物里，直子看到了一个笔记本，她记录了一个强撑着自己的女孩子，内心隐藏着那么多的脆弱、沮丧，和大家印象中都不一样。直子觉得很心疼，所有人都对姐姐的独立习以为常，没有人发现她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徘徊了许久。直子是第一个发现姐姐的人，当时的情景给了她很大的冲击。在那以后，直子有3天的时间一句话都没说，她躺在床上像是死了一样，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不动。她好像毫无知觉了，还听到自己父母的谈话。她发现爸爸那边也有亲戚是选择这样离开的。直子就在想，也许我们家族有一种遗传，让我们有一种阴暗的倾向，而我现在的状态好像也印证了这一点，所以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诅咒了。渡边听了以后就告诉直子说，你太悲观了，在黑夜、噩梦和死亡面前，你太胆小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必须忘记这些，只要忘记，你肯定能恢复的。渡边还鼓励直子说，你一定会走出疗养院的，我想要跟你在一起生活。这种热烈的生命就为直子带来了很大的安慰，直子就紧紧地贴住渡边的胳膊，说要是那样能有多好。可是我心里很害怕，因为直子有一个顽固的印象，认为自己的家族有这样的阴影，而亲近的姐姐和沐月也都离开了他，一样没有征兆，没有遗言，一样死在了17岁，所以他不够自信，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诅咒，这就是直子的心结。这天傍晚的时候，林子和渡边一起出去散步聊天，渡边就知道了林子的故事。他4岁开始弹钢琴，人生顺遂，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，但是在大4的时候，命运突然给了林子一个打击，他的小手指突然不能动了，在一次重大的比赛中无法上台，然后就引发了精神疾病，成为钢琴演奏家的梦想就破碎了。失去钢琴之后，林子的人生就像是被拦腰截断了一样，幸好她遇到了温柔的丈夫。林子在25岁的时候结婚，有6年的幸福生活，家庭的温暖极大程度地治愈了她。但是第2个打击随之而来。林子31岁的时候，邻居的太太听到了她弹钢琴，就带着自己13岁的美丽女儿登门找林子，想要跟她学习钢琴。林子就同意了。从此噩梦开始，那个无比漂亮的女孩竟然是个同性恋。她用各种手法挑逗林子的欲望，林子差一点就跟她成就一段不伦的情感。那个女学生直白地请求林子给她当伴侣，林子觉得真的不能这么做，她就赶走了这个学生。没想到女孩怀恨在心，反咬一口，告诉家里人自己被林子猥亵，然后到处抹黑林子。女孩家人还说已经去调查过林子，知道她有过精神病史。你想想这个压力会有多大？流言蜚语把林子逼到了一个绝路上，她吃了安眠药，开了煤气，
可是没有死成。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的床上，林子知道这次自己真的完了，不会像上次一样康复了。为了不连累丈夫和女儿，她就跟丈夫离婚，独自住进了偏远的疗养院，一住就是7年。渡边知道了林子的往事，心里觉得非常的黯淡和沮丧，好像每个人都那么不容易，在自己的命运里面挣扎，都有一个突破不了的束缚。回到房间后，渡边看到侄子坐在沙发上，安静的看书，眼前的侄子是那么的美好。渡边就在想，即便有很多不开心的过去，那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吧。他想着能够跟侄子拥有开心的未来。第二天清晨，雨仍然下个不停。渡边睁眼的时候，窗外笼罩着乳白色的雾霭，随着太阳升起，雾气随风飘去，于是杂木林和山脉的棱线一点一点显露出来。渡边要走了，离开的时候，侄子并没有刻意送他，他们就像是一对很有默契的夫妻，每天清晨各自奔赴工作，轻描淡写的互道告别。渡边对侄子说：“还来的。”然后就走在了潮乎乎凉丝丝的空气中，离开了阿美寮，回到工作中，就好像回到了俗世。渡边深深地怀念着桃花源里的侄子，怀念他温柔的手和美好的身体，怀念他们在一起时候那种恬淡的心情。其实渡边有些分不清楚，疗养院里面和外面究竟有什么不同。和侄子在一起，他的一半好像就跟侄子共用了，他也被侄子影响，有一点淡淡的忧郁。在一次体育课结束后，渡边再次遇到了绿子。绿子说很怀念那个跟他一起度过的周末，兵荒马乱又生机勃勃。渡边也被他感染，觉得很开心。绿子就约渡边，这个星期天我们再次相聚吧。渡边欣然接受。到了星期天的早晨，绿子去渡边的宿舍找他。她穿着短短的牛仔裙，吸引了整个宿舍楼的男生目光。绿子带渡边出去，一路上他们讨论各种话题，总有说不完的俏皮话。这一次，绿子把渡边带去了大学附属医院。为什么来这里呢？渡边发现，绿子的爸爸并不像他之前说的那样在乌拉圭，而是得了脑肿瘤，和绿子死去的妈妈同一个病。他现在就在这儿住院。绿子一边读书一边照看书店，还要和姐姐轮流照顾爸爸。绿子的父亲又瘦又小，头上缠着绷带，苍白的胳膊上布满被注射后留下的点点痕迹。绿子向爸爸介绍渡边，跟爸爸絮絮叨叨地说话，然后他带着渡边在医院的食堂吃饭。渡边看着身边的人觉得很压抑，食之无味，吃不下，可他发现绿子吃得津津有味。渡边就很不理解，说你怎么吃得下去呢？绿子就说，因为我要照顾人，擦洗端尿，一天忙下来很累的，不吃怎么行？有时候忙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吃了。这是绿子的性格。在很小的时候，他就承担了照顾亲人的责任，爷爷、奶奶、母亲、父亲，这些亲人重病时都是绿子照料的。绿子告诉渡边，在过去20年的人生中，我连一次，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。爸妈压根儿不理我这个茬，爸爸也不是那种类型。我一任性一撒娇，他就发脾气，吵得不欢而散。可是见惯了生死，在粗糙的感情中慢慢长大，绿子反而变得勇敢无畏了。他信奉一个朴素的生活哲理，那就是吃饱饭才有力气照顾他人，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。你看，绿子是一个生命力多顽强的人。到了周五的早晨，渡边得到消息，绿子的父亲去世了。那天早晨6点半，绿子就打电话来通知渡边，声音很低沉。渡边问他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谢谢，没什么。绿子说，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，只是想告诉你一声。他在电话那头发出一声叹息，说葬礼你别来，我不喜欢，不喜欢在那样的场合见到你。渡边说明白了。绿子停顿了一下，突然问他，你会带我去看色情电影吗？渡边说，当然。绿子说，那要挑黄的不得了的看。渡边就答应他，说我留心找找看，专找那样的。我来跟你联系。然后绿子就挂断了电话。在之后1周时间里，渡边没有得到绿子任何的消息。渡边又开始给侄子写信，在信中他告诉侄子所有的日常生活，他聊业余的打工，也聊绿子和他的父亲，事无巨细。渡边坦率地告诉侄子，在身体有冲动的时候，渡边就会幻想绿子在他身边，可是怎么都不舒服。然后他就改成幻想侄子在他身边，
仍然觉得不舒服。渡边想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开始在两个女孩中摇摆不定了呢？渡边终于等到了绿子的电话，他约渡边在新宿见面。父亲的葬礼已经办完了，和一天接一天没完没了的护理相比，葬礼就像是野餐一样轻松。绿子姐妹俩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周围的邻居越是说她们心肠硬，她们越是不想掉泪服软。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态度，就是在年轻的时候，由于反抗的力量很大，由于不被理解，所以就不想按照别人期待的那样去表达、去活。这也养成了绿子古怪精灵的性格。她大胆地向渡边表达了爱意，然后要求和渡边一起去看黄色电影。渡边从来没有跟女孩子一起看过黄色电影，他感觉比自己单独看还要全神贯注，而且还注意到了从前没有关注过的电影音效。等到两个人出了电影院之后，同时松了一口气。原来一起看黄色电影压力是很大的。绿子真的是又荒诞又有趣，她和侄子的羞涩内敛完全不一样。可正因为这样，渡边被绿子深深地吸引了。接下来，绿子就邀请渡边去他家做客，他们睡在绿子父亲的灵堂里，渡边就抱着绿子安慰她，然后绿子埋在渡边的怀里，要求他一直抱着自己。于是渡边倒在绿子身边的小床上，久久地抱着她，好几次险些从床上跌下来。绿子把鼻子贴着渡边的胸口，手搭在他的腰部。渡边觉得在这种情景下，实在难以有什么别的冲动。鼻子底下就是绿子的头，那剪得短短的秀发不时地弄着他鼻头痒痒的。嘿，嘿，说点什么呀？绿子把脸埋在我胸前说什么？什么都行，只要我听着，心里舒坦的。可爱极了。他说，你要加上名字。可爱极了，绿子。渡边就补充道，极了是个什么程度？山崩海枯那样的可爱。绿子就仰脸看着渡边，说你用词倒还不同凡响。渡边笑道，听你这么一表扬，我心里也暖融融的。绿子说，来句更棒的，最最喜欢你，绿子。什么程度？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。这段我非常喜欢，写得太可爱了。春天的熊。绿子再次扬起脸，什么春天的熊？渡边就说，春天的原野里，你一个人正走着，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，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，眼睛圆鼓鼓的。他这么对你说道，你好，小姐，和我一块打滚玩好吗？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，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，整整玩了一天。你说棒不棒？太棒了。对，渡边说，我就是这么喜欢你的。这一段非常的童真，两个人都变得透明了，没有了压力，彼此回到了小时候。渡边就像哄小孩那样哄着绿子睡着，告诉他我喜欢你的程度，就好像森林里的老虎都融化成黄油，然后告诉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段很动人，这是两个有伤口的人彼此在一起温暖对方，治愈对方。等到绿子终于熟睡了，渡边就在书店里看书，看到天亮。他没有惊动绿子就离开了，给他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，熟睡中的你非常可爱。生活好像突然给了渡边一个两难的选择，本来他的日子中没有出现需要认真对待的女孩子，可是现在一下子出现了两个人，一边是侄子，一边是绿子，该怎么选呢？此时渡边确信自己心中爱的应该是侄子，他们两个人是有缘分的。他那么怜惜侄子，他想要帮助侄子走出死亡的阴影。可是绿子呢？绿子像是一个突然闯进他生命中的精灵，那么鲜活，点亮了渡边。他原本的日子是波澜不惊的，可是现在觉得一切都那么的热烈，有希望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绿子，这让渡边很苦恼。他就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侄子。侄子回信说，绿子看来很有趣，我觉得他可能喜欢上了你。就这样，银装素裹的冬季到了，渡边再次来到阿美寮。像上一次那样，渡边在侄子和玲子的房间住了2夜。暮色降临的时候，玲子弹起吉他，3个人一起聊天。白天没有办法去郊游，他们就去越野滑雪，累得气喘吁吁。侄子比秋天见面的时候更加沉默寡言，3个人在一起时，他几乎不开口，只是坐在沙发上甜甜的微笑。玲子替他说个不停。但是当2个人单独相处时，侄子很甜蜜，他们紧紧拥抱在床上。渡边告诉侄子，这2个多月来，自己总是在幻想他，冲动的时候就会一遍一遍地想他。渡边还说，他想要搬出宿舍，
找一个单独的住处，希望能够邀请侄子和他一起居住。侄子听到渡边说的这些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他好像对新的生活产生了渴望。这一次从阿美寮返回之后，渡边就开始认真的找房子，他想和侄子有一个安全又稳定的居住地。渡边办好这一切，就给侄子写信，告诉他新居在郊外的吉祥寺，一座单独的房子。然后渡边告诉侄子，自己多么想和他一起生活，一切都充满着希望。渡边甚至在新家附近养了一只白色的母猫，取了个名字叫海鸥。做这些事用了3周的时间，渡边一直忙忙碌碌。等他再想起绿子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绿子显然生了他的气，在电话中表示不想跟他说话。渡边觉得伤害了绿子，非常内疚，就给绿子写信，请绿子原谅他的粗心大意。他把一切都坦率地告诉绿子，然后说：“我非常想见你，希望你能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家。”那是一个奇妙的初春。整个放假期间，渡边都在苦苦地等回信，等绿子回信，也等侄子回信。然而无论是哪一个女孩都没有给他回复。林子倒是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说侄子的情况不太好，但这很正常，就像波浪一样，他们总是有起有伏。渡边提出要去看侄子，但侄子拒绝了。他想要以完美的状态出现在渡边面前，这让渡边觉得非常的失望。他接下来的几天都浑浑噩噩的。是绿子的信拯救了他。绿子给他回信了，说我拖了许久没有回信，就算是惩罚了你的不告而别。然后他约着渡边一起吃午饭。这一天，绿子把他当作约会，专门换了发型，穿了美美的衣服来见面。可是渡边竟然对他的变化视若无睹。绿子立刻认定渡边心里面有其他人，所以他留了一张字条给渡边，毅然离开。渡边深受打击。这一年的春天，渡边写了很多的信，每周给侄子写一封，给林子也写，还给绿子也写。他对绿子说：“我非常喜欢你，打心眼里喜欢，不想再撒手。问题是现在毫无办法，进退两难。”就这样，渡边跟绿子僵持了起来。也就是在这个期间，渡边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，他想要知道他的心究竟属于谁。接下来，他给林子写了一封毫无保留的信，信中说：“我爱过侄子，现在依然爱他，但是我跟绿子之间存在着某种决定性，在绿子面前，我感受到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。以前跟侄子在一起的时候，生活好像需要渡边来带动，但现在绿子却像阳光照耀水面，像春风拂过山岗，它是人间好风光，给人活着的感受，这是渡边无法抗拒的魅力。”林子接到这封信之后，就回信安抚渡边，他说侄子好转的比预想中快，建议这件事先瞒着侄子。接到了林子的开导，渡边的生活似乎平静了很多。可是有一天，侄子的死讯传来了，多么荒唐！所有人都认为侄子是在努力的想要迈上新生活，渡边还为此非常的纠结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侄子用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的生命，渡边简直不能相信，又一个他爱的人选择了离开，留给他的是无处不在的阴影。参加完侄子的葬礼，渡边离开了新家，他开始在日本随意的流浪，难以安顿好自己了。他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往下活。他没有计划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也没有钱。饿肚子的时候就去出卖苦力换点钱，甚至住在了渔船上。但是这1个多月的流浪，并没有让他的情绪豁然开朗，也没有缓解侄子的死亡带给他的打击。渡边几乎被摧毁了，他也没有勇气联络绿子。侄子死了，绿子还在，看起来好像他不用再艰难的抉择了。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对侄子怀着一种内疚的心情。这样的一个渡边，还能够跟绿子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吗？所以他有一种不配的感觉。他一直在想，为了跟侄子共同走上新生活，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最后侄子选择的还是木月。对的，渡边想起了木月，他觉得木月终于和侄子在一起了，而侄子本来就是属于木月的。过了一阵子，渡边终于回到了东京，他见到了林子。林子穿着侄子的衣服出现在渡边面前，他的皱纹还是很美。渡边一见到他，心中的郁结好像消散了很多。两个人回到渡边的住处，买菜做火锅，一起聊天喝酒。林子又弹起了吉他，渡边在林子身上找到了久违的熟悉的气息。他们在夜晚淡淡的忧愁中谈论着侄子，那个他们共同爱的女孩子。接下来，两个人理所应当的相互拥抱，
用一场爱来埋葬了记忆。这场酣畅淋漓的爱，是直子一直渴望而没有得到的。第二天，林子选择跟渡边告别，他们的交往也到此结束。林子走的时候鼓励渡边，让他和死去的侄子彻底告别，放下侄子，迎来全新的开始。不仅如此，林子自己也从渡边身上得到了力量，他也决定告别过去，离开住了8年的疗养院，他要去寻找新的生活。在和渡边分别时，林子对他说：“祝你幸福，让我和侄子那一份的幸福都给你吧。”可以说，林子是渡边的幸运星，他照亮了渡边，终结了渡边的迷惘和彷徨。在林子离开后，渡边好像清空了自己的心，他终于坚定了起来，不再懦弱，不再逃避，拨通了绿子的电话。电话的另一头，绿子久久地沉默着，然后他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问道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渡边环视四周，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目力所及，都是不知道要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，他只知道自己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绿子。到这里，小说就完结了。我们不知道渡边有没有和绿子在一起，也不知道每一个人能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。并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，去到另一个世界是不是比眼前的世界更安全、更温暖、更值得。但是放弃的人、懦弱的人和逝去的人，都不会再回来。我们能做的唯一的事情，就是记住那些美好的记忆、深刻的记忆，然后带着他们的希望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最后把一段话送给大家，你要记得，那些在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，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，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，逗你笑的人，陪你彻夜聊天的人，坐车来看望你的人，陪你哭过的人，在医院陪你的人，总是以你为重的人，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，说想念你的人，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，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，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。就是这样，这本书中写了太多太多的死亡，可它同时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和事，因为他们可能在一瞬间消失。希望你从这本书中得到启发，